現在的 MPV 市場有多卷，大家應該能夠看得到。比如说有高山系列做得非常的全面，激光雷达再加上四驱，也有即将到来的腾势 D9，它的電池非常的厲害。还有老派的，比如说別克的 GL8也推出了自己的混动的車型，非常的厲害。所以問題就來了，有一個現象，你會發現各家百花齊放，產品實力都很強，為什麼穩坐寶座的還是塞納？如果現在還有一台 MPV 想要與他們抗衡，那它需要做出什麼樣的努力才能夠站穩腳跟呢？沒錯，問到 V9就想試一試，他思考的也很明白，想跟他們進行抗衡，拿下消費者，滿足他們，跟他們持平是不夠的，所以他做到了人有我優，拿到了入场券。但是想跟他們抗衡，還需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足夠強的长板。所以它的长板是什么？就是人无我有。很多的東西咱們一下来講，先給大家下一個結論：如果你之前開的是別克或者說是豐田的話，追求踏實可靠，那這台問道 V9大概率會是一個更好的平替。那咱們先來說它是如何拿到入場券的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外觀設計。MPV 以前呢，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商務屬性非常強的車，但是隨着2胎家庭、3胎家庭的需求，變得逐漸的家庭化了。所以說，一台 MPV 最重要的是不光要宜商，還要宜家。所以說，在設計上你會發現有很雷化的影子，但是呢，也有很家庭化的感覺。比如說整個前燈的設計，包括前面的鍍鉻，氣场給到你了，同時再加上流暢的設計。所以說外觀層面，我覺得幾乎在設計上呢做的還是很好，尤其是車身的側面，整個游艇式的造型，懸浮式的車頂，多副輪毂，而且它也沒有用到為了氣场變得更加扁平的一個輪胎，用的還是一個比較偏舒適的輪胎。所以說呢，整體的觀感，包括整體的乘坐感受呢，它是拿捏到了比較好的點。那還有第二點，就是拿到入場券的一大原因，就是它的尺寸。你橫向列一下同級當中的一個 MPV 尺寸，它還是比較大的，車長5.3米，軸距3.2米，要比高山 D9都要略大那麼一些。所以說它的尺寸上的體量感，再加上內部乘坐的空間，會比別人來的高那麼一點點。這就是我一直在說的人有我優。那空間怎麼樣呢？最主要是第2排和第3排，所以咱上車看看。關於空間是一台 MPV 最重要的一點。我的身高1.76米，可以看到，得益於它3.2米的超長軸距，再加上5.3米的超長的車身尺寸，所以說腿部空間、頭部空間在這台車上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擔心的。那空間比別人做的好那麼一點點是不夠的。還有什麼舒適性的配置？比如說別人都給你配的是10點、12點、14點的按摩，它直接給你配了16點的按摩，包括雙座的零中领，這些也都會給到你了。那同時還有一個石墨烯的加熱功能，這個呢要比別人熱得更快，尤其是在北方用車的用戶啊，你一定知道座椅加熱開了沒反應是一個什麼樣的痛點。所以說在家庭和舒適度的這些細節上，它做的確實要比別人略高那麼一點點。那還有最重要一點就是屏幕，21.4英寸的後排的屏幕，基本上你看個電影現在呢也都是能夠滿足你的，再加上全景的大天窗，所以后排的舒適性呢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的。但是第2排你說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些，你的感知並不是特別的明顯，但是第3排的空間表現你應該會更加的明顯。但去第3排之前，170毫米的過道的寬度，讓你過會更加的輕鬆一點。第3排最核心的痛點呢，就是很多的 MPV 啊，說是自己的第3排空間非常的厲害，但是受制於實際的尺寸、實際的軸距，第3排多多少少還是有那麼一點捉襟見肘的。但是這台車你會發現，腿部空間前面呢已經調整到了一個小臂的腿部空間，但是第3排還有1拳2、3指的空間，所以說這個腿部空間稍稍攤一點也是沒啥問題的。而且呢，它的座椅坐墊呢也是比較柔軟的，長度呢達到了500毫米，但是我覺得如果再長一點会更好一点。我的身高是1.76米，具体的細節配置，车窗面積還算是比較大的，而且头部的全景的天幕呢也是延伸到了你的头頂，所以压抑感呢并不会特別的強。尤其是如果你買這台車的一個白色版本呢，第3排坐起來呢，你的視覺感受上還是比較通透的。那細節配置還有座椅的前後的電動的調節，再加上加熱、杯架、充電口，這些也都給到你了。所以說呢，它的第3排，你說這些小細節配置有多大優勢嗎？沒有，但是它的空間，這是別人比不了的。還有最重要一點，這第3排的空間，腿部空間1拳3指，但是後備箱還是能放下行李箱的。
所以一台2026年的 MPV， 并且呢要跟其他的 MPV 大佬们相抗衡的一台车，光有设计尺寸和空间显然是不够的，还要有充足的智能化。所以它给你配备了一块8775的仓架一体的芯片。这个芯片是什么水平？相信我不用多说了吧。15.6英寸的屏幕，当然这台车目前是一个试装的版本，但是能够看到它整体的流畅度，包括功能。这些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而且呢，仓架一体的芯片，这也就代表着这台车呢也是具有高阶驾驶辅助能力的，比如说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。当然，今天是个静态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。所以在一些基礎的需求上，这台车是确實能夠拿到自己的入場券的。當然，只有這些還不夠，我們就要聊到它的人無我有了。以上這些點呢，可以說是問到 V9的入場券，這些是基礎操作，做的確實比別人只是高那麼一點點，但是與之抗衡，還需要人無我有的一些殺手鐧，也就是它的核心長板，這個才是今天要說的重點。首先，第一個長板是什麼呢？續航。之前都說 MPV 車型它的使用環境的問題，可能是去接老人、接老闆。那你的車可能會在市區等會比較長時間，所以一塊大電池就非常的重要了。所以它給你配了一個純電續航 CLTC， 可以達到300公里以上的一個電池。當然也有兩個版本，一個大電池，一個小電池。所以說它的純電續航的能力呢，會比別人來的略強那麼一點點。而且電機啊，220千瓦，320牛米的扭矩，100公里加速呢7.9秒。所以說一台 MPV 能夠達到這樣的加速數據，再加上一塊大電池呢，就已經比別人來的強那一點了。畢竟你拉着老人、拉着孩子，動力那麼強不好。所以純電的續航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那續航之外呢，就要提到這台車的第二大長板，就是它的底盤。MPV 最重要的是穩，怎麼穩呢？懸架。所以它給你配了前雙叉臂後5連桿的懸架結構，要比別人的前麥弗遜後多連桿要來的強那麼一點點，調教的上限會更高。但是它不止於此，給了你什麼？給了你一個磁流變的懸架。之前什麼車型會加上磁流變？高端的、豪華的，甚至是超跑。這個磁流變有一個優勢，就是以前的 CDC 呢是通過法系改變液體的流速來調節的，而現在呢它直接可以改變液體，所以說它的響應速度會更快，每秒1000多次是基本的操作。而且呢這套系統還有預瞄，可以掃描前方的路況進行實時的調整。所以說這台車最大的優勢就是開起來、坐起來會比較的穩。除了懸架形式和電磁懸架，它還給你配備了一個輾轉騰挪非常方便的功能，就是在你轉向的時候啊，它的左後輪或者右後輪呢可以稍稍制動，來實現更好的轉彎半徑，達到了5.8米。所以說對於這台5.3米尺寸的車型來說呢，這個還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這兩大長板是不是還差了一點？以往 MPV 最大的痛點是什麼？安全性，畢竟你拉的都是重要客戶，家裡的老人孩子，所以說以往 MPV 呢痛點的安全，這台車也做足了長板。內嵌式的防滾架，全車的車身的高箱鋼達到了89%以上。什麼概念呢？它的扭轉剛度呢可以達到39822牛米每度。那你會說了，現在的車一般都是動不動4萬多牛米每度、5萬多牛米每度，它為什麼只做了3.9萬呢？你要知道，這台車的車長5.3米，軸距3.2米，它的尺寸本身就比別人大一些，在力臂更長，所以說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扭轉剛度的水平呢，就做的已經比別人強了。所以說能夠看到這台車呢，它的優勢是比較明顯的，底盤比別人長一點，續航比別人長一點，再加上安全性也比別人強一點。也就是說骨架的強，那我的安全性、呼吸、人的健康有沒有呢？有。內飾大部分都用了環保的材料，零醛零苯的。如果你之前開的是，比如說豐田的塞納，或者說是別克的 G28，升級而來的，想要提升自己的品質，換一台尺寸更大，同時智能化更好一點點，續航再長那麼一點點，最重要的是它是可靠，這台車它是能夠滿足你的。所以問題就來了，這樣一個後入局的後來者，能不能抗衡那些 MPV 大佬不好說，但是它確實給你提供了一個更加踏實可靠的選擇。所以問題來了，它的價格是多少？如果賣20萬左右，你能接受嗎？30萬呢？評論區可以聊一聊，